家人们，今天咱们讲一个比悬疑剧还离奇的真实考古故事。山东一个普通乡村的村口大水塘，底下竟然藏着一座千年古墓。更吓人的是，这座被水淹没千年的大墓里，不仅堆满了各种动物骸骨，堪比地下动物园，还藏着17具无人尸骨，男女老少全有，无棺无椁，散乱一地。好好的大墓，为什么非要埋在水塘底下？满是的动物陪葬，到底有什么讲究？17条人命是殉葬、灭门惨案，还是另有隐情？今天咱们就抛开枯燥的考古术语，用最接地气的方式，一次性扒开这座水底古墓的所有秘密，全程高能，悬念拉满，千万别走开。故事的开端要从2018年的冬天说起，地点在山东济南济阳的三官庙村。这个村子不大，村口有一个老水塘，是村里几代人的共同记忆。平时大家在这里洗衣、浇地，偶尔有人钓鱼，但谁也没想过，这片看似平平无奇的积水底下，竟然藏着一个沉睡了近2000年的惊天秘密。那一年冬天，村里决定对这个老水塘进行清淤，一方面是为了改善水质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拓宽水塘的储水量，方便村民日常使用。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，挖掘机轰隆隆的作业，一车车淤泥被运走，水塘的水位也一点点下降。可就在清淤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挖掘机的铲子突然哐当一声撞上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，怎么挖也挖不动。驾驶挖掘机的村民心里咯噔一下，以为是挖到了石头，可仔细一看，不对劲，这东西表面光滑，还带着明显的人工雕琢痕迹，根本不是天然石头。他赶紧停下机器，小心翼翼地用铲子拨开表面的淤泥，一块弧形的石块慢慢显露出来，线条规整，一看就是人为修建的。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，村民们纷纷围过来看热闹，有人拿出手机拍照、录像，越看越觉得奇怪，这玩意儿看着不像石头，倒像是古墓的顶啊！不可能吧？咱们这穷乡僻壤的，怎么会有古墓？会不会是以前的大户人家埋在这里的？议论声此起彼伏，还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脸色瞬间变了，说这水塘底下是风水禁地，挖不得，挖了会招灾惹祸。流言越传越邪乎，有村民甚至说，晚上路过水塘，能听到里面有奇怪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哭。但也有胆子大的村民觉得这是个稀罕事，赶紧把情况上报给了当地的文物部门。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接到消息后，不敢怠慢，立刻带着专业的考古工具紧急赶赴三官庙村。当专家们看到水塘里露出的那块弧形石块时，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。凭借多年的考古经验，他们一眼就认出，这确实是古代墓葬的穹顶，而且从石块的尺寸和雕琢工艺来看，这座墓葬的规模绝对不小，绝非普通百姓的墓葬。为了进一步确认情况，专家们穿上防水服，小心翼翼地走进积水里，对墓葬的表层进行了初步勘测。这一勘测更是让专家们心惊不已，这座古墓被厚厚的淤泥和积水包裹着，初步判断为砖石结构，而且有双墓道，这种形制在汉代只有高等级的贵族才能使用。更关键的是，专家们在裸露的墓石缝隙中发现了少量残留的汉代典型陶片，结合砖石的砌筑工艺、穹顶的弧形设计，再对照国内鲁北地区已发现的汉代墓葬形制，排除了西汉、三国等其他时期的可能。种种线索相互印证，这座水塘底下藏着的很可能是一座东汉时期的贵族大墓。可新的问题又来了，整座古墓被水浸泡了近2000年，淤泥深厚，墓室随时都有坍塌的风险，而且水下环境复杂，考古发掘的难度极大。一旦操作不当，不仅会破坏墓葬本身，里面的文物和骸骨也可能遭到不可逆的损坏。文物部门立刻启动了应急保护程序，上报上级部门审批，最终决定对这座古墓开展抢救性发掘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考古队的工作人员们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发掘工作。他们首先搭建了临时围挡，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，然后调来大型抽水设备，一点点抽干水塘里的积水。
抽水工作整整持续了3天3夜，随着水位不断下降，古墓的全貌也慢慢显露出来。当最后一点积水被抽干，一座规模宏大的汉代古墓完整地呈现在了所有人面前。双墓道，多墓室连环布局，墓室的墙壁上还刻着精美的画像石，石门厚重，上面雕刻着高浮雕的羊首，工艺精湛，让人叹为观止。考古队的专家们看着这座保存相对完整的东汉贵族墓，既兴奋又紧张。兴奋的是，这是济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双墓道汉代画像石墓，对于研究汉代的历史、文化和丧葬制度有着极高的价值。紧张的是，古墓被水浸泡1000年，里面的文物和骸骨能否保存完好呢？随着清淤工作的逐步推进，考古队员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清理墓室表层的淤泥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奇怪的发现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。在淤泥中，他们发现了零星的碎骨，有的细小，有的粗壮，看起来不像是单一动物的骸骨。更奇怪的是，其中还夹杂着一些人类的骨骼碎片。专家们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，对这些碎骨进行了初步鉴定，得出的结论让所有人都心头一紧。这些碎骨中既有动物的骸骨，也有人类的骸骨，而且数量还不少。那一刻，所有考古队员都意识到，这座藏在水塘底下的古墓绝不简单，它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谁也没想到，这座看似普通的贵族墓刚一开始清理，就给考古队来了一个下马威。零星的碎骨已经足够诡异，可当考古队员们正式推开古墓的石门，进入主墓室的那一刻，眼前的景象彻底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。整个墓室里竟然堆满了动物的骸骨，密密麻麻，堪比一个地下动物园。咱们先给大家盘点一下，这座墓里到底出土了多少种动物骸骨。一开始，考古队员们清理出了大量的犬骨，有大有小，看得出来，这些狗的品种各不相同，有的是用于狩猎的猎犬，有的是用于看家护院的家犬。紧接着，牛骨、猪骨也陆续被清理出来，而且数量极多，光是完整的牛骨就有10几具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除了这些常见的家畜，墓里还出土了大量的禽骨，比如鸡骨、鸭骨、鹅骨，还有一些鸟类的骸骨，甚至还有鱼骨和鹿角。更离谱的是，考古队员们还在淤泥中发现了一些啮齿类动物的骨骼，比如老鼠、兔子之类的。这么多种类，这么大数量的动物骸骨集中出现在一座古墓里，在山东地区的汉代考古中还是第一次出现。现场的考古专家们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，见过的古墓不计其数，但这样的场面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。有专家开玩笑说，这座古墓的主人怕是把生前能见到的动物都带进地下了，这哪里是古墓，分明就是一个地下野生动物园。可能有家人会问，古人为什么要在墓里陪葬这么多动物？其实这和汉代的丧葬习俗有关。汉代人讲究是死如是生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认为人死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，而在那个世界里依然需要生前的生活物品、食物，甚至是家畜家禽。所以很多贵族去世后都会把生前吃的、用的、养的全都带进墓里，希望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依然能过着奢华的生活。而且这座古墓的墙壁上还刻着精美的画像石，其中就有庖厨图和宴饮图。庖厨图上刻画着古人杀猪、宰羊、做饭的场景，宴饮图上则刻画着贵族们饮酒作乐、宴请宾客的画面。这些画像石正好和墓里出土的大量动物骸骨对应上了，也从侧面印证了这座古墓的主人生前一定是一位生活奢华、地位显赫的贵族。可新的疑点又出现了，按照汉代贵族的丧葬规格，一般都会在墓里陪葬大量的金银玉器、青铜器、陶器之类的珍贵文物，以此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。可这座古墓里除了大量的动物骸骨和画像石，几乎没有发现什么金银玉器，甚至连像样的陶器都很少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这座古墓早年已经被盗一空，盗墓贼把里面的珍贵文物全都偷走了，只留下了这些不值钱的动物骸骨吗？还是说，
这座古墓的主人本身就有与众不同的葬俗，不喜欢用金银玉器陪葬，反而偏爱用大量的动物陪葬。考古专家们一时也陷入了困惑，他们一边继续清理墓室，一边仔细观察每一处细节，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。可就在清理的过程中，一个更惊悚的发现让现场的气氛再次变得紧张起来。随着淤泥被一点点清理干净，越来越多的人类骸骨被发掘出来，而且这些人类骸骨和动物骸骨混杂在一起，散乱地堆放在墓室的各个角落，场面十分诡异。一开始，考古队员们以为这些人类骸骨可能是古墓主人的陪葬者，也就是殉葬者。可随着骸骨数量越来越多，他们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这些骸骨有大有小，有粗有细，明显不是出自同一个人，而且性别和年龄也各不相同。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将这些骸骨一一收拢编好，然后交给体质人类学专家进行鉴定。在等待鉴定结果的日子里，整个考古现场都笼罩在一种凝重的气氛中，所有人都在猜测这些骸骨到底是谁，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座古墓里。几天后，鉴定结果正式出来了。当专家们宣布结果的那一刻，现场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。经过仔细鉴定，这些散乱的人类骸骨一共有17具，而且这17具骸骨涵盖了各个年龄段，有成年男性、成年女性，有10几岁的少年，有几岁的孩童，甚至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婴儿。17具遗骸，一座300平米左右的墓室里竟然埋着17个人。这个数字不仅震惊了现场的考古队员，也震惊了整个山东考古界。要知道，在汉代的墓葬中，虽然有合葬的习俗，但一般都是夫妻合葬、父子合葬，最多也就3、5个人。像这样一墓17人，而且男女老少全员凑齐的情况，在山东汉代考古中是前所未有的。更让人诡异的是，这17具骸骨没有一具是有规整棺椁的，也没有任何有序下葬的痕迹，它们散乱地堆放在墓室的各个角落，有的骨骼错位，有的骨骼破碎，甚至还有的骸骨和动物骸骨紧紧缠在一起，看起来十分凄惨。消息传开后，网友们也炸开了锅，各种猜测层出不穷。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就是活人殉葬的猜想。有网友说，这座古墓的主人一定是一位非常残暴的贵族，他去世后不仅陪葬了大量的动物，还让自己的家人、仆人一起殉葬，这17具骸骨就是当年的殉葬者。但这个猜想很快就被考古专家们推翻了。专家们解释说，虽然汉代早期确实有殉葬的习俗，但到了东汉晚期，殉葬制度已经基本被废除了，而且殉葬一般都是选择青壮年，很少会有孩童和婴儿参与殉葬。更重要的是，这17具骸骨的骨骼上并没有发现明显的暴力损伤痕迹，不像是被强行杀害后殉葬的。既然不是殉葬，那会不会是一场灭门惨案呢？有网友猜测，这座古墓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个豪强家族，后来因为战乱、瘟疫或者得罪了权贵，遭到了灭门之灾，家人全部遇难后，后人就把他们的尸骨集中葬在了这座古墓里。这个猜想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。东汉晚期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战乱频繁，瘟疫横行，很多家族都可能因为一场意外遭遇灭门之灾。而且这座古墓的规模宏大，是贵族墓，墓主人很可能是当地的一个豪强家族，有能力修建这样一座大墓。但专家们表示，这个猜想也有不合理的地方。如果是灭门惨案，那么这些人的死亡时间应该是一致的，骸骨的状态也应该大致相同。但经过鉴定，这17具骸骨的死亡时间并不一致，有的去世的早，有的去世的晚，跨度大概有几十年。那么最合理的猜想就只剩下一种了，这17具骸骨应该是这座古墓主人的家族成员，他们并不是同时去世的，而是在不同的时间先后去世，后人按照汉代的合葬习俗，陆续把他们的尸骨迁葬到这座祖墓里，久而久之就攒下了17具骸骨。专家们推测，这座古墓的主人应该是东汉晚期济阳一带的一位顶级豪强，生前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，地位显赫。
他去世后被葬在了这座精心修建的古墓里。后来他的家人、子孙陆续去世，后人就按照家族传统，把他们的尸骨迁葬到这座祖墓里，与墓主人合葬，希望能世代相伴，庇佑后代。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，这座古墓里没有发现任何墓志、印章，也没有任何文字铭刻，所以我们至今都不知道这座古墓的主人到底是谁，他官居何位，他的家族到底是什么来历，这17具骸骨具体是他的哪些家人？这些疑问就像一个个谜团，困扰着考古专家们，也留给了后世无尽的猜想。不过，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墓主人的身份，但古墓里出土的58块画像石、95幅画像，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。这些画像石上刻画着龙纹、羊首、羽人、白虎，还有车马出行、宴饮庖厨、迎宾祝寿等场景。其中，羊首雕刻寓意着吉祥、镇墓，龙纹和白虎则象征着墓主人的等级和身份，也有辟邪的寓意。而车马出行图则进一步印证了墓主人的贵族身份，只有地位显赫的贵族才能拥有如此规模的车马队伍。讲到这里，这座水塘下的古墓3大核心谜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答案。首先，古墓为什么会建在水塘底下？并不是古人故意把大墓埋在水里，而是千百年以来地形发生了变迁，地下水倒灌，原本建在高地上的墓园慢慢被积水淹没，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水塘，而这座古墓也被尘封在了水塘底下，沉睡了近2000年。其次，大量动物陪葬的背后隐藏的是汉代贵族的等级特权和生死信仰。汉代人是死如是生，墓主人希望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依然能过着奢华的生活，所以才会陪葬大量的动物，既可以作为食物，也可以作为陪伴。而之所以没有发现太多金银玉器，专家们推测很可能是这座古墓早年确实遭到过盗墓贼的洗劫，那些珍贵的文物早就被盗墓贼偷走了，只留下了这些不易被偷走的动物骸骨和画像石。最后，一墓17人的谜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家族陆续迁葬。这17具骸骨都是墓主人的家族成员，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先后去世，后人按照合葬习俗把他们的尸骨迁葬到这座祖墓里，形成了一墓17人的奇特景象。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不知道他们的故事，但他们的骸骨却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兴衰，也见证了东汉晚期的社会风貌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这座古墓没有出土太多珍贵的文物，算不上什么惊天大发现，但在考古专家们看来，它的价值远比那些金银玉器要高得多。它是鲁北地区东汉时期历史、丧葬文化、豪强家族形态的鲜活实物证据。通过这座古墓，我们可以更直观地了解汉代人的生活习惯、丧葬习俗、等级制度，也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。千年水塘，尘封千年秘密，一墓骸骨，诉说千年沧桑。17具无名遗骨，满是动物骸骨，一座水下古墓，一段被遗忘的家族往事。虽然很多疑问我们至今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，但正是这些未解之谜，让历史变得更加神秘，也让我们对考古探索充满了更多的期待。好了，今天的探秘就到这里。喜欢考古探秘故事的家人们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。下期咱们再讲更多不为人知的考古奇闻。眼见古今，与您下期再见。